而且呢，它个头相对也比较大，能够带各种各样不同的载荷，包括小尺寸的航空炸弹，甚至呢还能带区域封锁的定时炸弹等等，来代替士兵近距离的巷战，飞到城市上空，对一些隐蔽在障碍物楼房后面的敌方目标呢发动打击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在第13届珠海航展上，中国军工企业制造的一款名叫金雕150型的多旋翼平台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那么这个平台可以携带侦察设备以及各种各样的空对地武器系统，火力呢相当强悍。最关键是呢，它的4个旋翼不是由电机带动的，而是采用了4台小型的发动机作为动力系统。当然，这样的小型发动机呢是烧油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那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多旋翼这种飞行器基本上都是电动的，无论是大是小，甚至呢一些公司已经研制出了能够载人的多旋翼的平台，但是他们依然以电机作为动力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知道多旋翼的飞行器它要想平衡，那么各个电机旋翼必须保持同步，需要进行调整的时候，通过电调系统来调整它的转速，才能保持呢它相应的控制。如果采用油机来带动这些旋翼，现在目前碰到最大问题是不同步，你就很难维持它的操纵和平衡，可能起来就摔掉了。而这种油机要想保持同步，恐怕是非常难的。目前呢，世界上还没有见到太多的成熟的产品，而金雕150却实现了。那么为什么它要把带动几个旋翼的动力装置由电机换成油机呢？我们知道电机的好处虽然是可以同步调整，但是缺点是它们的航程留空时间都比较短。无论是大是小，一般来讲，多旋翼的直升机平台，它们的留空时间也就是20几分钟，顶多30多分钟。最好的呢，据说现在能达到1个小时，也就仅此而已了。你要想让它连续飞行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说5个小时，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，除非电池技术有大幅度的提升，近期很难拿到理想的产品。那么提升多旋翼平台留空时间还有另外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用一台大型的油机，无论是烧重油的还是烧汽油的油机，来带动几个旋翼同步旋转。那么通过机械结构来实现这种同步，应该说还是能做到的，但是它也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，不如用小的油机直接带旋翼来的效率高。但是最关键的是，你怎么能保证这几台油机带动的旋翼转速完全保持一致？这需要非常复杂的技术。那么本届珠海航展上，我们已经看到了好几个这样的方案了，由油机直接带旋翼，说明我们在这个领域它的控制应该说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，也可以说在这个领域我们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了。那么金雕150它到底研发成功之后呢，能够干什么？从数据上看，留空时间肯定会比现在的以电机为主的多旋翼平台要飞得更远，是吧？留空时间更长，而且呢，它个头相对也比较大，能够带各种各样不同的载荷，包括小尺寸的航空炸弹，甚至呢还能带区域封锁的定时炸弹等等，来代替士兵近距离的巷战，飞到城市上空，对一些隐蔽在障碍物楼房后面的敌方目标呢发动打击。金雕150的研发成功，可以说在技术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那么采用烧油的发动机，它的好处是飞得更高、更快、更远，留空时间更长，载重量呢也可以相应的有所提高，因为它不需要带电池了，或者是带着电池重量比较小，那么现在换成了油机，它就可以在空中长时间的停留飞行，这个呢就大大的扩展它的使用灵活性了。以烧油为主的多旋翼平台的技术呢能够成熟，
那么我们未来的空中机器人或者是战场机器人又多了一个战友。那么这个新的战友可以说它的能力更强，能够执行更多的军事使命任务。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的军工部门的研发人员经过潜心钻研，在很多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，而金雕150就是其典型代表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